这是哪座先锋迷路的小仙童？怎么还叫您爹啊？血脉中那股奇特的共鸣感，依旧在体内冲撞，是我的骨肉，毋庸置疑。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野丫头，不仅扰了剑尊清修，还敢口出狂言。剑尊修的是太上无情道，断绝七情六欲，怎会沾染红尘？本尊醒来第一日，你便想教本尊怎么认女儿？剑尊息怒，老朽并非此意，只是这女娃来路不明。方才灵药园管事还在追拿一个偷盗灵草的小贼，一路追到了此处。老朽是怕自己的主，怕什么？怕本尊说忍瞎？顾家却死了1000年的长房，有后了。这要是让闭关的老祖宗知道，整个凌霄剑宗怕是都要被掀翻过来。大长老，那小贼，剑尊饶命！小人不知丫头冲撞了你，这丫头就是个扫把星，偷了九叶仙枝，还咬伤守山灵兽，小人这就把她拎出去乱棍拷打。坏人，你一肚子坏水，臭臭，放屁屁！这是言出法随，是传说中早已失传的上古言灵之术。爹爹，肚子别别，诺诺饿了。拔了他的舌头，挂在剑锋外的行柱上风干。去，把修真界最好的灵兽奶、天灵果，还有奶瓶，全都送到主峰。啊，哦，好的，哥。天要变了。顾青山刚刚派人送来的一堆婴儿用品，各种法宝级别的储物袋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是他不是应该死了吗？他居然是凌霄剑宗的定海神针顾长洲！我不能忍，更不能让顾家知道诺诺的身份。一旦顾家发现这绝顶的血脉，诺诺就会成为整个顾家权谋斗争的牺牲品。看够了吗？看够了就滚进来，喂他。奴婢只是路过的杂役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小主子在哭吗？奴婢是灵药园的童子，听到小主子在哭，以为是灵兽跑丢了。这气息，西荒禁闭，那夜的女子是她，是杀。抬头，本尊说抬头。他认出我了，不可能。你懂喂奶？奴婢在灵药园养过雪花鹿幼崽，对喂养幼兽颇有心得。这等粗活怎敢劳烦剑尊？奴婢来喂就好。急什么？真的是他，那夜的是他。果然是他。乖，慢慢喝。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家？无情道，真的无情吗？那此刻心中这份感觉是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回剑尊，小主子名叫诺诺。诺诺。娘，别走！孩子，不能心软，不能让他看出来。剑尊，小主子睡着了，奴婢这就将他抱去偏殿安置。奴婢还得赶回灵药园当差，灵血草还等着浇水。不好，不能动用灵力，忍住。剑尊，这是何意？本尊让你走了吗？这压迫感比那夜更强。当差，本尊拔了整座灵药园的草，够不够买你这个杂役的命？剑尊何意？奴婢只是一介低微杂役。低微杂役，抱稳了。他在帮我抱孩子。顾家的血脉，不是你想藏就能藏得住的。他知道，他全都知道。我不必解释。从今夜起，你哪儿也别想去，就给本尊留在这剑锋，贴身伺候。这孩子眉眼像我，他竟有这样一面。既是福气，那便从今夜起住下吧。主峰东侧的揽月阁空着，你和诺诺就住那儿。至于你的差事，
本尊的剑锋不养闲人。西，我原本名字里的西。这男人用这种方式宣告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主峰后山的灵药园还缺一个打理药草的童子，你的名字从今天起就叫沈西。很好，这么玩是吧？为了女儿，我忍。奴婢沈西，谢剑尊恩典。滚吧！出来了，活下来了。乖，娘在。顾长洲，他看似冷漠，实则心思缜密，掌控欲强的海人，想偷走女儿，希望渺茫。既然走不了，那就只能留下。灵药童子吗？也罢。我身怀造化青莲，天生于草木清河。这会儿我熟。揽月阁，说是阁，其实是一座镀金的鸟笼。孩子，是我唯一的软肋，也是我唯一的铠甲。你就是新来的沈西，哼！别以为仗着那小主子就能攀上高枝了。剑尊让你留下，但主峰有主峰的规矩，既然领了差事，就得干活。这篮子里的百年灵药混了不少被浊气无腿干的废根，若是耽误炼丹，把我这双手剁了喂灵兽出来。这死气不是普通的浊气污染，有意思。这些废根上的死气来源竟然相同。顾长洲，你给我这个差事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的？那就让我看看这座剑锋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造化青莲，天生于草木清河，这些灵药在我手中就像会说话一样，哪株健康，哪株有病，一清二楚。娘，别走。乖，娘不走，娘在这儿。诺诺，娘对不起你，娘答应你，无论如何，娘都会保护你，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这些灵药正好让我了解这座剑锋的灵药园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快了，就快挑完了。终于挑完了，天亮了，这一关算是过了。一夜之间挑完1000株灵药，且分毫不差。沈西不，沈云溪，你到底是谁？西荒禁闭那夜，本尊倒要看看，你还能给本尊多少惊喜。沈西，死到哪儿去了？时辰到了，还不快滚出来领罚！奴婢只是个普通杂役，哪会什么妖法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奴婢在乡下时帮村里的赤脚大夫晒过草药，对这些东西的气味比常人敏感些。好一个运气好！既然你这么能干，那以后灵药园所有的粗活都归你了。每天给我把3000亩药田都浇一遍灵泉水，少一滴我唯你是问。是，多谢姑姑栽培。你给我站住！姑姑还有何吩咐？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拔了你的，杀了你的舌头！有意思。哎呀，这就是剑尊伯伯新开的药园吗？果真灵气逼人呢。咦，这里怎么有个杂役？听说剑尊伯伯前些日子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孩子。回大小姐，奴婢不知。不知，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。那孩子就养在你住的揽月阁。我还听说那是个血脉不纯的来历不明之人，也不知剑尊伯伯是中了什么邪，竟会把这种人带回主峰。你才是来路不明，你全家都不清不白。娘亲别怕，诺诺保护你。娘亲，好啊，原来你就是那个不知廉耻、用下作手段勾引剑尊之人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不知检点的女人和那个不清不白的孩子一起拿下！大局干得漂亮！
顾长洲在看，还带着看戏的愉悦。爹爹，有坏女人欺负娘亲，你快下来把她丢出去！她长得比我没我娘亲好看。是没你娘亲好看。他们欺负你了？他们骂娘亲，还骂诺诺，还想打人。是吗？爹爹真棒！乖。你呢？也觉得本尊做得对？剑尊行事自有法度，奴婢不敢妄议。在本尊面前不必伪装，你方才动了杀心，对吗？奴婢不知剑尊所言何意。是吗？主峰的灵药品阶太低，养出来的东西不够精细。从明日起，这灵药园的活你不必再做了，跟我去丹房。以后你专职为本尊研磨药材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跟上！一群废物，连个杂役和奶娃都对付不了，还被人当众废了修为，顾家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。大长老，打探清楚了，那个名叫沈西的杂役，今日已被剑尊亲自调往丹房，成了贴身药童。贴身药童，他究竟什么来路？属下查过，但他的过去一片空白，仿佛凭空出现。不过主峰的前姑姑说，此女对药理极为精通，精通药理。既然她擅长此好，那就让她在自己最得意的地方身败名裂，传令下去。明日宗门分发月度丹药时，想办法在他要研磨的药材里加点料。我要让顾长渊亲眼看看，他看中的女人是个连毒草都分不清的废物，是如何胆大包天毒害我顾家弟子的。一个被怀疑失去信任的女人和她生的小孽种，在这顾家将再无立身之地。将这些辅药按预检的顺序和分量投入丹炉即可。是，大师兄。姑姑放心，那包噬骨散无色无味，药性极霸道，他一个杂役绝无可能发现。人赃俱获，看他如何向剑尊交代。凝神丹在此，请各位师兄师姐按名册上前领取。你这丹药确定没问题？你不过一个刚从药园调来的杂役，连丹火都未必识得，怎么可能炼丹？就是，谁敢趁这种来路不明的炼的丹药，吃出了问题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丹药有无问题，一验便知。丹韵是丹韵，天啊，是上品丹药！我入门10年，第一次领到带丹韵的凝神丹。你作弊！你一定是偷来的上品丹药，想在此蒙混过关。那依师姐之看，当如何证明？除非你把用过的药渣拿出来给我们检查。可以。六亲师姐，你为何要杀我？手法太慢，下次直接攻他天突穴，一击毙命，省得聒噪。他全都看见了。剑尊丹房前行凶，毒害同门，罪加一等，押入刑堂。我亲自审。务必挖出幕后主使。大师兄饶命，此事与柳亲无关，是老奴糊涂，嫉妒沈姑娘得剑尊青眼，噬骨散是老奴偷换，刺杀是老奴怂恿。倒是个中仆，一同带走。你背后有谁？刑堂搜魂钉会让你想起。此乃师尊亲炼9转玉露膏，外伤奇效，你且拿去。
这是他替高坐云端的师尊递来的抚慰，多谢大师兄。你回蓝月阁休息吧。蛇藓草之毒。这东西不是早在上古大战中就已绝迹了吗？顾长洲这是封口费、精神损失、慰问品。太瘦了，这身子怎能抱得稳我的女儿？是该好好补补了。用还是不用？一旦张嘴，便是欠了他一条命。可若不用，手臂上这蛇烟草之毒，我竟然被一只猫看了笑话。行，有便宜不占，那是真的蠢。确实是好东西，辛苦费。省心，打着研磨药材的名号汲取灵力，这日子舒坦。宫闱深处那道陈年裂痕正一点点稳固，至于那位高高在上的剑尊，始终盯着呢。顾长庚，这是走火入魔。2年前在西荒禁地，他就是变成了只会杀戮的疯子。要不要去救他？要是他死了，顾家那些人会瞬间撕碎我们母女。在没有彻底带强之前，这个狗男人还不能死，起码不能死在今晚。该死！闭嘴！想死别死在我面前！谁准你进来的？下次再敢擅闯，本尊断了你的腿！顾长洲，你再说一句屁话，我现在就掐死你！本尊伤得极重，站不稳了。扶我回去。你一介剑尊，深更半夜潜入药童寝居，所以秘密带回。有这力气施展隐身术，你跟我说你走不动路？这个男人正在贪婪地汲取我身上的气息。你的药材与我无用。沈云溪，你身上气息纯净，远胜世间任何良药。这就是剑尊大人深藏不露的另一面。安分些，莫要惊扰了阁内安宁。娘亲，爹爹，大闹！你若再胡闹，我就把诺诺藏到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沈云溪，明日早起为本尊束发。迟早把你踹下去。师尊，师尊，你怎么会在沈耀彤的屋里？大师兄，你叫什么呀？爹地昨晚和娘亲玩的可开心了，诺诺都听到响声了呢。属于我的天劫，可能真的要来了。禀师尊，各峰长老联名请求，说昨日刑堂的柳琴神魂崩溃前，潘药师顾天骄大长老指使，长老会那边想请您出面给个说法。知道了，退下。荒唐！此等污蔑，岂能轻信？必须核实，逐出宗门。好啊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想要扳倒我，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
听说他刚来就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饿了吧？吃饭。多谢剑尊赏赐。青菜菜不好吃，青菜，你要是能变成一只小猪就好了。顾家老祖顾无极。完了，剑尊金屋藏娇的事暴露了，老祖宗要执行家法了！混账东西！老子闭关前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开枝散叶，开枝散叶！你倒好，给老子搞出个这么大个的曾孙女，还敢藏着掖着！你想干嘛？想等老子死了你好独吞？哎呦！你就是诺诺吧？哎呦，我的小乖乖！胡子爷爷，爸爸。看见没？这才是我们顾家该有的香火。你个冰块脸，一边去！那是我的。太爷爷，娘亲饿。好，饿了就吃。我的乖乖曾孙女饿不得。丫头，你给老祖我生了个天大的宝贝，从今天起唯一的任务就是把我的乖孙女养得白白胖胖。这个你拿着，缺什么自己买。要是敢亏待我曾孙女一根头发，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家人给聘礼的方式都这么简单粗暴的。太上长老，万万不可啊！此女来历不明，身份低微，乃一介散修，她的血脉污浊不堪，怎配为澶州诞下子嗣？这会污染我顾嫡长一脉最尊贵的血脉啊！请老祖宗为我顾家血脉正统做主。血脉正统？什么年代了，还跟老子讲血脉？老子的曾孙女就在这儿，她就是最高贵的血脉，她就是唯一的正统。谁敢说我曾孙女半句不是，谁敢动他娘一根手指头，老子就把他全族上下统统贬为凡人，世代为奴。传令下去。老子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顾无极有后了。后啦！这家人好像都不太正常。